今天我们来聊聊日本政坛一颗迅速升起的政治明星，以及他引爆的日中对峙。这个人物就是高市早苗，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她在2025年10月接任首相时，可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震撼国际。人称日本铁娘子的高市早苗，自比受到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的启发，政治风格强硬保守。他一上任便延续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路线，强调提升国防、升级网络情报、防卫能力，甚至放话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在地缘安全上拥有更大主动权。这一连串动作使得原本隐隐升温的中日紧张关系瞬间被推向沸点。高市早苗的强硬作风背后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政治资本，他的支持率在上任之初就高达约68%，在争议声中依然维持高档。有媒体称这是日本历任首相中屈指可数的高水准，许多日本保守派民众视他为能捍卫国家安全的强硬领袖。美国的保守势力也对他抱以期待，认为他能巩固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区积极抗衡中国。然而正因为他如此鲜明的立场，他的一句话点燃了北京当局积蓄已久的怒火，让中日关系陷入多年来最严峻的僵局。这句话究竟是什么？高市早苗手中最具威力的杀手锏又是什么？中日之间会因此走向不可挽回的一战吗？故事要从2025年11月上旬说起。高市早苗在11月7日的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质询上被问及一个敏感问题：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侵略，日本会如何应对？面对国会议员的提问，高市毫不含糊地表示，所谓台湾有事，也就是中国武力犯台，根据情况发展，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换句话说，他明确宣示了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是日本现任首相首次在国会公开做出如此清晰的表态，等于打破了历任日本政府对台海问题采取的战略模糊，将立场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硬而明确。在答询中，当在野党议员追问细节，若台湾海峡遭中国海军封锁，哪些情况会被视为存亡危机事态？高市早苗明确回应，如果对台湾进行武力攻击，例如以军舰实施海上封锁，并伴随其他手段，那就可能构成日本被允许行使武力的情形。这番话等于是向中国发出警告，一旦北京胆敢武力犯台，日本将视其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不排除出兵相助台湾。一直以来，日本官方虽与美国一同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但很少有现任领袖如此直白地把话说满。高市早苗的表态不仅仅是口头声援，而是将台湾防卫问题上升到了关系日本生死存亡的高度，等同亮出了日本长久以来隐藏的底牌。这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迅速传遍国际媒体，也传到了中国的耳朵里。北京方面的反应可想而知，震怒、谴责、强硬反击，一场巨大的外交风暴开始酝酿成型。对中国来说，高市早苗踩了他们最敏感的神经。他公开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让北京觉得外交红线被践踏。有人评论说，高市这句话一出口，相当于一口气踩中了北京方面的4条红线。第一，他以首相身份公开谈论台湾可能发生战事，这被视为否定了1972年中日建交时确认的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政治基础。第二，他的论调唤起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恐惧，北京担心日本会借台湾问题之名重启军事扩张的进程。第三，就在此话题发生前不到1周，高市还在南韩釜山的中日韩高峰会上当面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希望稳定双边关系，结果转眼回国立刻语出惊人。这在中国看来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简直是在公开让习近平难堪。第四，高市的公开表态可能带动其他国家效仿。未来若各国领袖都大胆谈论台湾问题，将使原本以中美对峙为主的台海格局更加国际化，削弱中国对此议题的掌控力。总而言之，高市早苗短短一句强硬发言，在北京眼中仿佛勾起了历史伤疤，又动摇了现实利益，难怪中方怒火中烧。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
引爆之后，北京当局的各路反应连番登场，峰回路转，甚至出现了令外界瞠目结舌的戏剧性场面。首先是中国外交系统言辞之激烈，出手之重，超乎寻常。11月8日，中国外交部立刻通过官方记者会，严正警告日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要求日方立即撤回高市的错误言论，声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日本不得插手。北京的措辞之强硬，在近年中日外交中颇为少见。然而，比官方措辞更火上浇油的是中国一名地方外交官在社群媒体的惊人发言。11月9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个人社群账号上发布了一段令人震惊的文字。他愤怒地写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毫不犹豫地斩断那肮脏的脖子。虽然薛健没有指名道姓，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指的是谁。这只肮脏的脖子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为一名外交官，公开发表如此充满杀意的语句，无疑是严重失格。这番被媒体称为斩首论的爆言，瞬间在日本引发轩然大波。日本朝野哗然，舆论纷纷谴责这是对日本领袖的人身威胁，是极不寻常的外交挑衅。日本外务省立即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中方作出交代。甚至日本政坛有声音喊出应将这位口出狂言的总领事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考虑将其驱逐出境。北京方面也感到情势不妙，迅速出面灭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薛健的言论纯属个人观点，和中国官方立场无关。然而这解释能否服众，值得怀疑。毕竟，一名资深外交官岂会不清楚如此发言的分量？他的暴怒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内部对高市早苗的厌恶与愤恨程度。中日双方的口水战在这几天激化到几乎失控的地步，也顺势延伸到了舆论与网络空间。一场出乎意料的漫画大战，为紧绷的气氛平添了几分荒诞。11月10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其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张讽刺漫画，画面中高市早苗正对着镜子，镜中映出的却是一身二战军装，头戴军帽的模样。这幅漫画明显是在嘲讽高市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讽刺他就是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翻版。新华社此举意在向中国民众展示日本狼子野心尚未改，也借此羞辱高市。岂料这招不但没让日方晋升，反而引来日本网友的猛烈反击。很快的，日本有网友也制作了一张图片回敬，画面里一个酷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男子站在镜子前，镜子里的倒影却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维尼。这张以小熊维尼影射习近平的图片，正是国际网络上流行多年的政治讽刺。在中国，小熊维尼一度被封杀，就是因为有人以此嘲笑习主席的形象。日本网友这一招卡通图照镜子反杀，击中中国官方的痛处，于是新华社的那篇讽刺帖文很快被删除。然而截图早已满天飞，中日双方网民你来我往，一时间炮火四射，外交摩擦延烧成了网络舆论战，让原本严肃的外交事件增添了几分闹剧色彩。随着双方言辞交锋白热化，北京当局也开始动用手中实质的筹码来向日本施压，务求高市早苗认错。中国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外交与经济反制措施，试图让日本感受到切肤之痛。首先，中国外交部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抗议的同时，宣布推迟原定于近期举行的多项中日官方交流活动，两国间一些重要的经贸对话、安全对话被按下了暂停键，部长级官员互访计划也被搁置。中方向日方发出明确信号，在高市早苗收回台湾相关言论之前，一切正常交往都不可能如常进行。接着，北京把目光转向了经济与民间领域，以求给东京施加压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针对日本产品的进口限制。11月19日，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官方突然通报日方，决定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这项禁令来得突然，却也不算意外。早在此前，围绕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中国就在该年对日本海产下过禁令，两国因此爆发贸易冲突。在那之后，
原本传出双方正为重启日本海鲜进口展开谈判，如今高市事件一出，北京索性一拍桌子，把谈判全盘推翻，干脆暂停日本水产进口，以示报复。对日本水产业者来说，中国市场举足轻重，此举无疑让他们叫苦连天。除了官方层面的禁令，中国民间也掀起了一波抵制日本的浪潮。就在高市风波后短短几日内，大批中国旅客纷纷取消赴日行程。有中国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短短几天内，约有49万张飞往日本的机票被退订，中日航线的载客率一度骤降。不少5星级日本饭店甚至惊觉中国游客说走就走，订房率狂跌。中国互联网上兴起所谓封杀日本观光的呼吁，一些原定赴日旅游的中国网民晒出退票截图，以表明爱国决心。然而也有评论指出，这种抵制日本运动看似汹涌，但其实是把双面刃，中国民众自己也因此损失了已付出的定金和计划已久的假期。不论如何，这种大规模退订潮和中国政府同步发布的日本旅游安全提醒，已经在现实中对日本的航空旅游业造成冲击，甚至连中日民间文化交流都难幸免。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卡通动漫也莫名卷入这场风波。一些中国媒体开始点名日本流行文化产品，从经典动画片、蜡笔小新到游戏机等，都被渲染为日本文化渗透的部分。有消息称，中国某些线上平台暂停了部分日本动漫的播出，以示警告。虽说这些举动在实质上影响有限，但象征意义浓厚。北京正在全方位对日本施压，从官方外交、经贸往来到民间交流，一概冷处理，务必让东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眼看中日关系跌入冰点，双方都有点骑虎难下的味道。日本政府并非没有尝试透过外交斡旋来降温。在中国连出招后的11月17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奉命紧急访中，与中方官员进行闭门磋商，希望为濒临失控的关系建立防护栏。然而，这趟灭火之旅并不顺利。中国央视新闻频道罕见地播出了金井局长离开会场，神色凝重的画面。有细心的观众注意到，中方参与会谈的一位官员在送别金井时，双手居然插在口袋里，看起来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个不经意的细节在日本网络上引发热议，许多日本网友认为这是中方故意怠慢无礼，丝毫没有诚意，也显示金井此行空手而回。果然，会后并未传出双方有任何共识的消息，反而是北京再次强调要求日方收回错误言论，而东京方面则重申高市言论无误，拒绝道歉。一场本想灭火的外交磋商，结果不了了之，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这预示着中日紧张可能进入一个漫长且难以逆转的阶段。在一连串剑拔弩张的事件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隐忧正悄然浮现，那就是高市早苗手中真正令北京感到忌惮的杀手锏。这张王牌并非一句口号或一场演习，而是一项足以改写东北亚战略平衡的政策考量，挑战日本长达数十年的无核三原则。所谓无核三原则，指的是日本在战后奉行的基本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自从1967年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提出这项原则，1971年写入国会决议以来，无核几乎成为日本和平国家形象的象征。在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广岛、长崎，拒绝核武更是深入人心的信念。然而高市早苗却似乎打算撼动这块政治圣杯。事情的苗头发生在这波外交危机前夕。11月11日，高市早苗在国会预算委员会再度被问及另一个敏感问题，他是否会在任内坚持日本的一贯无核政策。当时高市并未正面回答，只透露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相关文件的修改作业即将开始，目前还没有到由我来说明具体内容的阶段。这番语带保留的回应引起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没过几天，11月14日，多家日本媒体爆出消息，据政府高层人士透露，高市首相正考虑在修订国家安保战略等防务三文件时，修改无核三原则中
不引进核武器的规定。这惊人的消息一出，举国哗然。要知道，不引进核武一直被视为日本守住无核底线的关键一环，一旦开了口子，意味着日本未来可能允许核武器进入国境。虽然高市没有打算违背不拥有、不制造两项，但仅仅讨论不引进就已是石破天惊。高市的想法据传是，日本虽然自己不拥核，但面对区域威胁，一味恪守不引进，反而可能削弱美国核保护伞的威慑力。如果严守不引进，那美军那些可能携带核武的军舰、潜艇是否能停靠日本港口？万一区域爆发重大危机，例如台海战争，美军若要携核武来支援防卫，日本岂不自己设下门槛，拒绝了盟友最强大的保护？站在高市的角度，他认为有必要讨论这层问题，至少应该预留让核武在极端情况下进入日本的可能性。这一构想无疑是高市早苗手中威力巨大的核王牌。对中国来说，日本是否拥核一直是战略考量中的重中之重。虽然日本在美国核保护伞下，但毕竟本土没有核武，一旦日本改变政策允许核武进驻，哪怕是美军的，都将大幅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北京深知，倘若东京真的动摇无核三原则，东亚的安全态势将产生质变。今日允许美军核潜艇自由载着核导弹停泊日本港口，明日会不会考虑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行研发核武？尽管日本国内反核的民意压力巨大，但高市政府连抛出这个念头就足以让邻国神经紧绷。可以说，不引进核武原则的松动是他对北京手上的最大筹码，也是杀手锏。消息传出后，日本国内顿时议论四起。核爆受害地广岛县知事汤崎英彦、长崎市市长铃木十郎等地方首长纷纷公开表示强烈反对。铃木市长愤慨地说，高市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将使日本更加依赖核威慑，这与我们常年追求废核的努力背道而驰，绝不可接受。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同样言辞批评，日本是全世界唯一遭受核武轰炸的国家，如果现在背离无核道路，国民情感上无法容忍。这些地方领袖要求高市尊重民意，审慎行事。他们的态度其来有自广岛、长崎、冲绳，在二战与战后都背负沉重的战争记忆与和平愿望。他们生怕高市一念之差，让日本走上拥抱核武的回头路。不仅在野党和地方反对声浪高涨，高市所在的自民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最引人注意的是，前首相岸田文雄与多名选区在广岛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罕见地公开表态，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岸田本人乃广岛出身，又曾经致力推动无核世界，他直言不讳地提醒高市应慎重行事。此外，有传言称，高市身边的亲信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私下里对此举也持保留意见，甚至在内部场合劝谏高市暂缓相关讨论。可见，即便在执政党内，高市的核政策冒险也引起了不小震动。尽管阻力重重，高市早苗手上的这张核牌仍旧让北京倍感压力。毕竟，相较于口舌上的外交争端，核武问题牵动的可是真正的生死存亡。如果高市真的推动日本逐步突破无核原则，那对中国意味着日本彻底摆脱二战后的枷锁，成为一个拥有核威慑力，即使是借自美国的强悍对手。北京绝不愿看到这一幕。因此，近期中国官方媒体频频发文，要求日本悬崖勒马，声称中方将做好对日反制准备。显然，北京已把高市政府的核政策动向视为比台湾有事言论更深层、更长远的挑战。高市早苗引发的这场风波，让许多人开始思考一个可怕的问题：中日这两个亚洲强国是否真的会再度兵戎相见？历史上，中日之间的血战记忆犹新。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1937年爆发的全面抗日战争，中国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累积了巨大的民族伤痛。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尽管中国成了战胜国，但双方的仇恨与心结并未随时间完全消散。战后漫长岁月里，中日关系历经和解、复交、合作，也有反复波折。
然而，每当日本政坛出现右倾或牵涉历史问题的事件，两国民间的情绪对立就会再次浮上台面。如今，高市早苗强硬执政的出现，让中日之间仿佛又看到了历史幽灵的踪影。北京官方媒体甚至用上毒苗这样的字眼形容它，意指日本已经长出了一株有毒的幼苗，暗指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中国不少老一辈人一看到日本提高军费、修改安保政策，就联想到昔日侵华日军的凶残。而日本方面，保守派政客提到中国崛起时，也常引用历史教训，例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何走上侵略道路，有人就归因于当时的大清帝国积弱不振，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当前中国的军力与经济突飞猛进，在某些日本战略学者眼中，也是一种潜在威胁，需要未雨绸缪加以遏制。所以，中日今天的对峙，既有现实利益的冲突，更夹杂着沉重的历史阴影。双方都深知，一旦真的开战，绝非小事。毕竟，如今的中国和日本已非冷兵器时代或近代那般实力悬殊的组合，两国都是科技先进、军力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全球利益。中国是拥核国家，日本则有美国这个核武盟友撑腰。一旦冲突升级为战争，无论输赢，都将是毁灭性的灾难，不仅对两国，对整个亚太乃至全球经济都将造成深重打击。那么，战争的火种究竟可能源自何处？眼下看来，台海和东海是两大潜在引爆点。首先是台湾问题，正如高市早苗所言，台湾一旦有事，日本很难置身事外。台湾地理位置紧邻日本西南诸岛和冲绳，美日同盟又早有默契，会共同应对突发事态。因此，如果未来北京对台采取军事行动，极有可能波及美军和日军，届时中日军队极容易在第一岛链附近直接交火。换句话说，台湾将成为中日可能兵戎相见的最大火药桶。另一个引信则是在东海的钓鱼台列屿，日本称尖阁诸岛。这组无人小岛常年由日本实际控制，但中国坚称拥有主权，双方在此问题上剑拔弩张已久。中国海警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台附近海域贴身游戏，几乎是家常便饭。一旦发生擦枪走火，可能迅速引发双方军事介入。高市早苗上任后，更积极强化钓鱼台附近的防卫态势。日本不但加强了西南诸岛的驻军部署，还计划将具备反舰、反空能力的飞弹部署到离钓鱼台不远的岛屿。北京对此自然高度警戒。不久前，就有报道指称中国海军派出航母编队进行远海训练时，刻意经过冲绳附近海域，摆出震慑态势。中日双方仿佛都在剑拔弩张地说，这里是我的地盘，别轻举妄动。一旦哪天双方谁的神经崩断了，擦枪走火将难以避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因素在中日是否开战这个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日本是美国在亚太最紧密的盟友，美日安保条约明确规定，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而中国近年则是美国为头号战略对手。可以说，中日真要开战，多半不会是单挑，而极可能卷入美国甚至更大范围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高市的强硬表态一出，美国方面的反应备受关注。据报道，当高市说出台湾有事论时，美国白宫与国务院起初反应相对低调，没有公开站队表支持，或许是故技刺激北京。毕竟2025年此时，美国新一任总统川普上台才不久，华府在对华政策上也在权衡。一开始，川普政府对高市的表态只是重申台海和平重要，并未明确赞许。但随着北京反应愈演愈烈，美国也慢慢释放出与日本站在一起的讯号。美国驻日大使甚至公开讥讽中国官媒胡锡进对高市的辱骂，搞不清楚状况，暗示美国不容许盟友领袖被如此攻击。日美同盟在这场风波中紧密协调，显示一旦中国对日本过度施压，美国还是会选择挺身而出。这反而增加了北京的顾虑，若继续升级，恐怕最后逼出一个更加团结强硬的美日同盟，结果适得其反。那么，中日终究会有一战吗？这是眼下不少人心中的疑问。
在高市早苗强硬领导，日本逐步走向正常化军事国家，而中国又决心维护领土红线的情况下，战争的可能性确实在上升。然而，理性分析，双方仍有强烈的动机去避免直接军事对撞。两国经贸关系密切，即便近期因政治紧张降温，中国依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商业往来是谁也无法割舍的现实利益。如果开战，经济将双输，更不用说核时代的大国冲突意味着谁也无法轻易全身而退的毁灭风险。日本国内也存在制衡声音，民调显示，尽管高市内阁支持率高，但对他强硬对华路线表示担忧的国民也不在少数。有约4%的受访者不期待他改善中日关系，虽然相近比例的人持期待态度，这说明日本社会对与中国交恶是心存顾虑的。中国方面也清楚，真要对日开战将引发美国的全面介入，那将使中国面临极其凶险的局面。因此，北京即使强硬反击高市，也仍留有分寸，避免走到军事冲突那一步。但是，避免战争不等于和平就会自动降临。眼下的中日关系正陷入多重矛盾的交织，历史的伤痕、新兴的民族主义、地缘战略的碰撞，以及个人领袖的政治算计，都让局势变得复杂而脆弱。高市早苗的出现，无疑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变量。他最具威力的杀手锏，无论是他抛出的台湾有事论，还是他暗示的核政策转向，都在迫使北京重新评估对日策略。一方面，北京必须表现出强硬来维护自身威严和红线；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权衡力度，避免把日本推得更靠向军事冒进。对东京而言，高市赌上的是日本摆脱战后阴影，成为正常强国的愿景。他不愿向中国低头示弱，但也明白战争绝非儿戏，一旦擦枪走火，日本将首当其冲受到战火波及。未来几周乃至几个月将是观察中日关系走向的关键窗口。如果高市早苗顶住各方压力，不撤回他的涉台言论，而北京如评估所料继续升高制裁和外交冷冻，那么双方关系可能进入长期对抗的新常态。在这种冷和平状态下，军事上的偶发冲突风险难以完全排除，特别是台海和东海，双方都会加强军备和戒备。只要一方过于接近红线，另一方的反应就可能引发连锁事件。相反地，如果双方在未来某个时点寻求阶段性缓和，例如透过第三方调停，或日本内部政治出现转折，比如高市政府因内政问题支持度下滑，不得不对外交立场软化，也许紧张态势能稍稍降温。然而，以目前态势看，短期内寄望于此恐不现实。最后，我们不妨回到开头的问题：中日终究有一战吗？历史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终究是否开战，从来不是注定的，而是取决于领导者的决策和人民的选择。高市早苗端出了他的杀手锏，中国亮出了他的底线。这像是一场高度危险的博弈，彼此都不愿先退，但也都怕走过头掉下悬崖。对两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民众而言，谁也不愿意再经历战火，但和平需要智慧和妥协来维系。如果这场危机能让双方重新审视对方的决心，从而建立某种斗而不破的平衡，也许是下策中的上策。希望这场勇敢者的对峙最终不会变成真正的战争，因为那将是所有人都承担不起的后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这场亚洲强权间的拔河，未来将何去何从。只愿理性终能战胜狂热，让战争的幽灵永远不再重现。